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拉爸。看到开头的那3箱，就知道今天真的是要来干大事啦。今天是12月28号，气温是20.4度，正好是适合工作却不会流汗的时间。在房屋开箱那集，大家可以看到厨房这个部分，这个瓷砖我一看到这个瓷砖就知道这个瓷砖是我一定要去处理的部分。然后还有左边的这一面被前屋主包住的这一面墙，经过这近1年猫抓的洗礼之后，这3块美化墙壁的壁贴早就被他们给扯坏，撕开来以后也会是一样的瓷砖。还有一个我很不能接受的，特别是这一条装饰的花纹，你真的会觉得又是回到了80年代。之前上瓷美漆的时候，我还特地测试了一下，如果把这一圈都给它涂上会怎么样？结果的确是有一定的遮盖能力，但是瓷美漆的亮白还是很不搭，也会有稍微的透出，但至少我觉得还是比露出原本的花色图案好。但这终究只是个权宜之计，还是必须要好好认真处理它。今天要处理的主要就是影片中的这几个区块。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梦到底做到第几层了。我希望的是可以做到像这样子，有一种清水模，但是有深浅层次的样子。你做梦！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我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改造这面墙壁。但是大家知道我的频道这么小，不太可能会有大公司主动来找我，所以我很厚脸皮的主动联络乐土，跟他们说了一下我的愿望。经过我的努力不懈，在官网、粉丝页等各种管道好几次的寄信之后，终于他们有了回应，答应了我的请求。在知道我的需求后，他们就寄给了我这些东西。这一箱看起来就是最主要的乐土灰泥，然后另一箱说真的非常的重，我现在打开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4包5公斤重的补土，等于这一小箱子里面就有扎扎实实的20公斤。难怪我搬上楼的时候气喘吁吁。好，我们先推一边。另外呢，我在独自处理壁癌那一集，我经过别人的推荐买了黑杰克的刮刀，然后他们居然看到了我的影片，说要赞助我器材，所以我也是跟他们说了我预计要做的这个企划。但说实在，我根本还没研究好我到底需要哪些工具，我只是跟他说我的需求，他就自动帮我配好了这些东西。人家说白嫖的快乐是一回事，我跟你说，身为客家人又白嫖，这个快乐又是更高一档的层次。所以看一下，这些就是乐土寄给我的东西，等到我要使用的时候再好好研究一下。那因为我想要做深浅的层次，所以它有寄色号不同深浅的乐土灰，2包乐土白，2包乐土灰，包是比较大的清水灰。这个我还要做一下功课。然后这边是黑杰克赞助给我的工具，收到的器材目前就是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些工具，网络上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但是我自己用过之后，会觉得有个品牌在控管品质，这些小东西的做工跟质感，真的使用的时候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正式动工前，我发现我必须要先处理的，就是在撕开这个壁贴之后遗留下来的残胶的问题。这个可以。我奉劝大家，真的千万不要在墙壁上贴东贴西的啦，这个残胶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像这种长形的双面胶倒是还可以解决，我也是用上次的刮刀来去处理，但是像这种我不确定是什么用的胶，真的是非常的难清理，我怎么搓都还是很难刮除它。这种残胶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怕说残胶没有处理好，会让后续的灰泥粘着程度不理想，所以我不只先把墙壁一些凸起物都给它清除，更努力清除了残胶。但是我试了3-5分钟之后，我就立刻发现剩下的面积还有这么多，我这样要搞到什么时候？实在是太事倍功半了，好像没办法，还是要去买个除胶的。于是我立刻跑到小北要去买残胶清除剂，看起来这2罐是比较接近我要的，我也不清楚它的差别在哪里。总之我就先买了1罐，但不得不说，这种擦指甲油的刷子，以我这个面积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稍微用一下，的确是有一点点效果，但说实在还是非常不尽人意。我判断是除胶液的量不够的关系，它没有办法渗透进底层的胶。所以我立刻想了新的办法，我改用小刷子及瓶盖，提高除胶的效率。
果然量大管饱，这一把刷下去真的是立竿见影。量多的话，我用刷子涂刷的过程就已经有一些残胶已经剥除了。接下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涂我的残胶清除剂，但是我很快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我这个残胶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虽然提高了效率，但它用量消耗的速度更是惊人，它很快就要见底了，而且这个一个人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还尝试用菜瓜布来清理，的确菜瓜布可以加速清理的过程，但还是不是非常的高效率。比较厚的残胶还是必须要用刮刀才可以。由于一个人实在太慢，所以我还叫上了室友一起努力。网络上流传用酒精也是可以去残胶，我试用了一下，的确耶，酒精也有不错的效果，而且酒精便宜多了。建议各位以后就直接先用酒精好了。总之，在酒精、刮刀、菜瓜布的3管齐下，我已经尽量去除80%了，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再给大家仔细看一下我这面墙还有哪些问题，比如说最主要的就是瓷砖间的缝隙，然后瓷砖有一些破裂，甚至有一个大凹洞。我先暂时用 P 土稍微填补一下，但这个洞真的蛮大的，我不确定会怎么样，先大概弄一下吧。反正这个边缘应该不用太在意吧。接下来是我最不擅长却非常重要的遮蔽环节。这次就算我不擅长，也必须努力做好遮蔽。后来我发现我之前觉得很难用的原因，根本是遮蔽胶带没有把它整理整齐。整理好之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困难。接下来终于可以进入正题了。我有询问乐土的官方，他给了我一份适合我的建议施工顺序。第一个步骤就是使用水性界面接着底漆。可能就是怕砂浆直接涂到瓷砖的平滑面的话，无法吸附牢固吧。总之，先开盖，打开来之后是看起来像半透明、类似浆糊一样的质感，摸起来的话也是滑滑黏黏的，但是没有到非常的黏。再来拿出黑杰克送我的专用油漆桶，这个油漆桶还不错，它还有附赠2个透明的替换套，这样可以更方便快速的替换颜色之类的。而且懒得清理的话，可以直接丢弃，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然后这个底图一说明，这个原液要先加水稀释，比例大概是1:3，均匀涂布后要确保它可以完全的渗透。这边我不知道脑袋出了什么毛病，很怕它会不够，所以我一次就混合了1大桶。但很快开始刷之后，我又发现用刷子实在是太慢了，立刻决定改用滚筒刷。而且这个滚筒刷是长毛的，能够吸附液体的能力更强。果然大面积就是要用滚筒刷，这个效率简直是飞起。而且之前我一直觉得说，现代这种滚筒刷怎么都做得这么细呀？但是实际使用后发现，虽然它细，但是同样的距离，它其实只是跑比较多圈，并不会花费你更多的力气。而且它的长毛可以吸附更多的料，这个设计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我太习惯看到以前胖胖的那种滚筒刷，后面也可以直接装上增长杆，我就不用爬高了。而且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瓷砖不太吸水，所以虽然我涂了这么大的面积，但是实际使用量真的是太少了。比我想象中的少了非常多，最后我还剩了这1大桶的混合液，真的是失算。涂完之后要等1到4小时干燥，表面看起来就有点像这样湿湿的，会有一点稍稍黏黏的感觉。10点35开工，终于底漆干燥的差不多了，观众都痛骂拖台前这么久，终于进入正题了。由于瓷砖中间有缝隙，所以官方是建议我要先用这个乐善本色做一个打底的功效。它基本上就像是补土一样。这边就是我准备的东西，有乐善本色、电钻、筒子，还有批土盘跟塑胶批刀。官方也建议用塑胶批刀，其实我不太确定为什么要用塑胶批刀。然后因为会拖到这么久才动工，就是因为这个。我没想到这段期间我跑了2家小北，都说没有卖这个东西。我不太确定这个东西要去哪里买，所以最后还是上网买了，也不贵，拿起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真的给电钻用的搅拌棒，又沉
卖场有各种形状，其实我也看不懂形状的差别。总之我买了一个我看起来觉得最厉害最漂亮的，它的柱是6角的，但是现在我反而担心这个柱会不会放不进电钻里面啊。这个柱子真的蛮粗的，先塞看看好了。可以，太好了，吓死我了。哇，太好了，塞得进去。我真的很怕我的小电钻没办法扛得住这么大的搅拌棒。这个乐善本色，它上面有写说大概是要加重量25%到30%的水，建议就是1包5公斤的量，大概加1500 cc 的水，而且要先倒水的话，搅拌事务会比较顺利。所以我先倒水，再把5公斤的乐善本色倒下去。它这个袋子我当初摸到的时候也蛮惊讶的，没想到现在这种类似水泥的包装袋也做得这么有质感，果然有品牌加持就是不一样。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东西，充满紧张。看起来好像还蛮顺利的，试着全力运转。哇，到处喷射，现在是怎样？我突然傻住了一下。研究之后，可能是我不太熟悉电钻，没有控制好出力。电钻也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转速。知道动力太强会乱喷之后，试着控制一下力道，接下来就都没有问题了。用电钻混合，这个真的是必备又舒压的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有买这个搅拌棒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要搅到什么时候。接着再用这个橡胶刮刀把周围的粉都再刮回去。好，继续搅拌。官方说搅拌完之后要放置3到5分钟，我也很好奇这3到5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录了缩时摄影，发现好像不太明显，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在静置完后使用前再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工了。我瞬间变成了泥水师傅真的是第一次用这个，之前只有涂油漆，它的标准就很简单，颜色有没有上去，没有覆盖住的话多涂几层就好了。但是这种有一定厚度的材料，我不太确定到底要涂一定的厚度，还是只要把缝隙填好就好。因为我想说成品整个都是灰色的，应该是不能有白色的瓷砖露出来吧，所以最后我想说应该还是需要一定的厚度来填满，我就抱着这个念头一路涂下去了。用完1包5公斤的量，大概涂了这些面积。目前1包大概是用掉这样子，还有这边，我预计只有4包，不确定够不够。因为瓷砖这个缝隙，所以它没有办法弄得很完美，然后稍微涂到的话还是会弄白白的，不确定这个厚度可不可以。趁着我还有力气，接着处理第2包。这是今天的第2包，第2包就加速进行了。最后还有剩下一点点的量，我决定在右边先不用在乎会露出瓷砖白色的部分，测试先把瓷砖的缝隙填满就好。最后涂完这2包已经凌晨1点了，这就是今晚最后的样子了。虽然没有很平整，但是我已经尽力了。今天早上起来看一下情况，已经过了8个小时，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没干透，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涂太厚了。而且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这是不是翻车啦？我也还不确定到底是要怎么办。瓷砖的样子也是有微微不
会。瓷砖的样子也是蛮明显的有形状透出来，我开始对自己抱有强烈的怀疑，是不是做错了。这边干了，这边还没，太厚了吗？反而是只有填缝的这一面看起来还算 OK， 摸起来也都干了。缝隙摸起来是有填住，但是还是有微微的凹陷感，可能它干了之后也是会缩下去。我抱着强烈的不安，试着问一下官方建议，结果我问完之后，他跟我说，我后来的才是正确的，原来要先涂薄薄的一层，把缝填满就好。我的天哪，他还说我目前这么不平，之后很难做，要我用砂纸先磨平。我真的要晕倒了，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这个有一些涂得很厚我是要磨到何年何月何日啊？原本想说年底前可以完成，但是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还变得要有下集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救救我吧！而且有 DIY 觉悟的人还要抱着家里会变得像这样子哦，像战区一样。究竟我能不能化险为夷，我也不知道。觉得我的影片不错，或想持续观察接下来的发展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居家改造持续中，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